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，替智王报仇，以击他在天之灵！四嫂，不要！把他给我拿下！洛阳，娘亲，娘，娘亲，娘，娘，娘亲，洛阳，娘，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住手！娘，娘亲，娘，娘亲，娘，娘亲，娘，娘。娘亲，娘亲，洛阳，是娘对不起你，所以你要快点长大，以后昭云殿啊，就靠你了，知道吗？娘，没事儿，娘啊，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爹了啊！四嫂，娘，阿莫，是四嫂对不起你，以后洛阳就拜托给你了，不要。金黄沙满天，回神的一瞬间，安心进你的容颜。桃树下缠绵，笑容的耀眼，刻骨思念。一往千年也不灭，我们说好的诺言，就让爱是最初的感觉。指尖征服岁月，感动如戏浮现，任夕阳漫过天边。外面何人？臣等求见赤云大人，臣等有话要对大人说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赤云大人，可还记得2代玄穆王的嘱托？当然记得。玄穆现在危在旦夕，上一代玄穆王又死于宣阳王之手，此仇报是不报？当然要报。我等恳请赤云大人兼任玄穆王，唯玄穆若将2族共主。你们都是这个意思？我不是玄穆中人，不会做这个玄穆王。大人，童征死后，玄穆实力再次下降，随时都有被灭族的危险。大人，您可不能置玄穆于不顾啊！大人，请您看在2代玄穆王和100万玄穆子民的份上，救救玄穆吧！求大人带领我等夺回玄穆失土，我等誓死追随大人。我等誓死追随大人。下一任玄穆王，自然要由云桑的子嗣来继承，这点绝不会变。
但是，我也绝不会忘记2代玄武王的嘱托，还有上一任玄武王的被杀之仇。请大人下令发兵反击宣阳，为陛下报仇。为陛下报仇。你母后这几日的情况如何呀？经过调养之后，身体好多了，只不过这心病恐怕需要些时日。父王，阿莫有个事情要说。说吧。再过几天就是四嫂的头七了，请父王亲自为四嫂举行葬礼。此事不妥，义理不管怎么说也是行凶在先。我要祭祀义理，便是置宣阳的法度于不顾。而且那日正好是禅雷氏的头七，于情于理皆是不合。难道父王还不明白四嫂是为何而死吗？好吧，此事不要太过张扬便是。谢父王。不过，孩儿还有一事请求。说吧。那些被关押的社和将士，都是我宣阳的功臣，当日挺身而出，也只不过是护主心切，并无恶意。如果父王将他们处置了，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。我觉得，不如让他们将功抵过，作为洛瑶的贴身侍卫，驻守昭云殿。此举，一来可以稳定军心，二来也可以让洛瑶日后有个依靠。这样也好，洛瑶此刻无依无靠，我正担心有人会借机对他不利。如此一来，我便放心了。阿莫代洛瑶谢过父王。殿下，仪式可以开始了。不行，姑姑还没有来。再等，就会误了吉时。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才能开始？可是这时辰不对。这里面躺的是我的爹娘。你来做什么？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便立刻杀了你。你怕什么？我的3位哥哥都是被你们害死的。我一个弱女子，还用得着你如此戒备吗？玉晨死了，那在汤谷疗伤的玉晨是假的。娘，你听到了吗？害死哥哥的凶手早就死了。如此一来，那昭云殿便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娘，我终于替哥哥报仇了。连此等密事你都告诉我，看来你是有备而来。不过小妹，未免你也太低估我了吧？我已经用灵力探查，此处除了你我，并无其他第3人。莫非小妹你觉得就凭你那点修为，还想置我于死地？你错了。我今天来，没有想过要如何杀你。换句话说，我根本不需要想。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必死之人。你说什么？
不妨告诉你，很多年前，我娘与前任玄穆王是结拜兄妹。玄穆王病危之时，将他的毕生心血玄穆百草经送给了我。难怪你能混淆视听，生了赤云的孩子。不过你要以为区区一本玄穆百草经便能要了我的性命，未免也太过天真了吧，小妹。你我从小由同一位师父教导，我很了解你的灵力运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给了我一个可以杀掉你的机会。这几日，你常常在这里一跪就是一个晚上。伤心之时，护体的灵力就会十分的微弱，邪气也很容易入侵。墓穴被灵力加持过，如果有毒，我一定会有反应。没错，但我用的不是毒，反而是让灵力可以迅速提升的药。刚刚你听到大哥的死，情绪激动，狂笑之时，吸入了很多不该吸入的东西。这些也不是毒，不过和你体内的药结合之后，再加上你独特的灵力运行，就会让你的灵力迅速地汇集在你的心脏，用不了多久，你的心脏就会因为受不了强大的灵力，爆裂而亡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我想杀你，不一定非得用毒。小妹啊，为了杀我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呢。不过你还是低估了我，就算我活不了，拉你一块儿去死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如果我今日不杀你，日后你会不会对洛瑶下手？对，他娘杀了我娘，我就一定要杀他。你们赵云殿的，一个也别想活！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离开宣阳，从此不再回来？阿莫，你还记得这条伤疤是怎么来的吗？九哥，快看！不要出去！不要出去！不要出去！敖宝贝们！救命啊！敖宝贝们！敖宝贝们！救命啊！敖宝贝们！你走吧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若要回到小时候，该有多好！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阿莫，这次的妖怪太强了，我们都输了。
王姬，你总算是来了，赶紧开始仪式吧。四嫂，你可以安心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洛瑶。阿莫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洛瑶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洛瑶，姑姑有些累了，你先回屋休息休息吧。晚上姑姑再陪你玩，好吗？姑姑，我听话，带她下去吧。是殿下。阿莫，是你杀死了吉仪，他可是你九哥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我宣阳没有你这种不仁不义之徒，我要代表宣阳清理门户。住手！你要杀就先杀了我。你知道吗？他在禅雷石墓前杀死了吉仪。陛下说阿莫杀了吉仪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还有什么证据？除了他，谁还会做这种事情？许多年前，玉宸指责宣阳辉杀死了常州，陛下不也曾质问玉宸，问他要过证据吗？如果当年陛下能够秉公处理宣阳辉，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常州死后，我就怕你和吉仪会走到今天这步。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特意让一个师傅教导你和吉仪，让你们一起学习，一起玩耍，一起长大，就是希望不要发生今日的事情。你还记得你这胳膊上的伤疤吗？你还记得吉仪是如何救你的吗？我不让医师把这个疤痕去掉，就是为了让你们一辈子都记住，你们是血浓于水的兄妹。都怪我教导无方。从今往后，你的事情我不再过问。在宣阳，你愿留便留；若不想留，你就回你的凌云去吧。娘，是我杀死了九哥。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老头儿，浩许死了，童真也死了，整个玄牧都希望我出兵宣阳。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
赤云大人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全军整顿完毕。若江那边也送来了大量的兵器，许多若江的儿郎听说大人要出兵，也准备当兵追随大人。若江只提供后勤保障即可，不要让他们直接参与这场战争，因为这场战争与他们完全无关。这是属于玄牧的复仇之战。是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发，进军复原，反击宣阳。遵命。虽然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，但当它到来的时候，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迷茫。赤云果然出兵了，以玄牧执政的名义，正式和宣阳开战，发誓要为皓雪报仇，夺回失去的土地。这一号召，点燃了玄牧族积蓄已久的怒火。很快，赤云趁着宣阳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夺回了复原。父王派七哥宣阳修和大将苍林出战，被赤云打败，七哥战死，两边的仇越结越大。接着，赤云以极快的速度夺回了玄牧失去的那6座城池，继续向宣阳进发，兵临宣阳要塞统领关。整个宣阳的形势急转直下，朝堂之上也为了该派谁迎战，吵成了一团。哎呀，八位大人不要争了，慢慢说吧。而昭云殿终于恢复了平静。母后受到的打击太大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平时只能在院子里面晒晒太阳，闲着的时候带带孩子，还教了云桑姐姐一些母亲家的秘术。而我再也没有回过凌云一次。我不恨圣人，却也无法再去见他，因为那会让我想起四哥的死，在火海之中，决绝而无望的死。看来咱们是拿统领关没有什么办法了。统领关不仅城墙高大坚固，还聚集着宣阳最强的军队和各种新式的守城器械，的确是块难啃的骨头。是啊，宣阳王现在又来了，宣阳的士气大振，这仗啊，恐怕是更难了。看来强取是有难度。大人，末将还有一事向您禀报。以往我们的粮草都是提前20天运到，可这次运粮的车队已经晚了6、7天还没有消息，下面的人也都急得很。他们筹备粮草确实困难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给他们一点时间便是了。可是大人，行了，粮草不是你该关心的事，我会找人处理的。是大人。报，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。谁呀？属下不知，不过此人交给属下一样东西，让属下交给大人。诸位，你们继续讨论攻城的策略。我有一位故人要见，去就回。是大人。赤云，我有件事想要求你。说吧。我们之间何必说求字？我父王亲征，现在就在统领关。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，退兵？为什么？你已经拿回原本属于玄牧的土地了。统领关后就是宣阳。
难道你要打到宣阳族家破人亡，打到2代王族生灵涂炭吗？我曾经对玄武王有过承诺，你也知道，只要我赤云的许诺，永远都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不能退兵。对不起。在战场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我真的不希望你和我父王之间有任何一个人出现意外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只要你肯退兵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跟你父王生死相搏，如果我失手杀死你父王，请你不要恨我。如果是你父王杀了我，我希望你也不要怪他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难道只能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2败俱伤，或是有任何一个人离我而去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吗？你要明白，玄武跟宣阳之间的积怨不可调和，不是我跟你父王能够控制得了的。就算我们强行阻止战争，也只是勉强拖延罢了。这场战争没有谁对谁错，都是出于对族人的忠诚。就算是我求你也不行吗？你要去哪儿？回宣阳。启禀陛下，臣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咱们在赤云军中安插的探子来报，赤云大军粮草不济，已经开始削减士兵们每日的口粮了。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哦，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！陛下，咱们要不要趁此机会将他们彻底消灭？不急，观察几日再说。不过有一件事现在可以去做。陈芳，你带领几个高手绕到赤云军队的后方，找个隐蔽的位置，布下周天星斗移转大阵。陛下的意思是，咱们从后面偷袭。可是这个距离的周天大阵，每一次只能传送10几个人过去。要想组织一次像样的偷袭，需要400-500人，布阵的时间也至少需要1个时辰以上。没事。如果赤云军队没有因为粮草的事发生混乱，咱们就按兵不动；如果他们因为粮草的事发生混乱，那么我们的500人和外面的军队将会形成前后夹击之势，会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混乱。明白了，陛下，臣马上去办。大人，你找我？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。今夜你带着最精锐的5000兵马，到统领关外的树林里埋伏起来。一旦接到我的命令，立刻进攻统领关。5000人就进攻统领关？你听我的吩咐便是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哦，没有。叶枫遵命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去送死的。到时你就明白了。是，大人。赤墨、陈芳，你们来看，赤云军中的炊烟是越来越淡了。看来细作，所报无误。
赤云的确是粮草不足了。陛下，看来咱们宣扬的机会来了。姐姐，你在担心赤云吗？我在担心所有人，担心我的父王，担心宣阳的子民，也包括赤云。姐姐放心吧，赤云和伯伯都是统兵之人，就算一方兵败，他们两个也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大人，现在军中缺粮，将士们都在挨饿。今日发口粮之时，已经有人开始抢粮了。到底怎么办？不能让将士们饿着肚子上战场。传令下去，一旦有人哄抢粮草，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，一律就地正法，格杀勿论。万万不可！抢粮实属无奈之举，如若大开杀戒，寒了将士们的心，这仗可就没法打了。你听我的便是。大人，敌军偷袭！敌军偷袭！来得正好，跟我出去看看。报！将军，宣阳有一股人马已出现在我军背后，现已向我军营地发起进攻。宣阳那边来了多少人马？回禀将军，大概400-500人，但个个身怀灵力，一看便是精锐，一出现便对我军进行突袭。我军将士没有准备，伤亡惨重。传令下去，火速召集人马，务必将他们全部留下。是。咱们终于要开战了。报告将军，前方斥候发回消息，统领关城门大开，人马尽出，在宣阳王的带领下，已经向我军发起进攻。太好了，立刻发信号给叶枫，让他准备攻城。得令。宣阳王，我来了。
宣阳王，你我二人终有一战，不如今日就做个了结吧。哼，赤云将军好胆色！陛下节哀，王后过世了。
无路可退了，统领关被叶枫攻占了。迅速传我命令，全军撤退，不可恋战。是。将军，大人，不知将军找我来所为何事？我知道你对粮草一事一直耿耿于怀。本来事情的真相只有我跟叶枫知道，但是战事已经结束了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你的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是攻城以后才知道什么事的。其实我军的粮草一点也不短缺，还很充裕，只不过被大人藏起来，假装没有而已。为什么？只要宣阳王拒不出战，我们便绝无攻下统领关的可能。粮草再充裕，也只不过是白白消耗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我假装军中无粮，让宣阳王误以为有机可乘，弃城而出。我们拖住宣阳王，让叶枫攻下毫无防备的统领关。这样，就算宣阳王死战到底，我们前后夹击，也定能战而胜之。可是我们只需要放出消息便是，为何真的不发粮啊？因为军中混入了宣阳的探子，作假的话，宣阳王便会一清二楚，甚至会假装受骗，带兵佯攻，实则在统领关留下后手，埋伏叶枫。此次我们必须攻下统领关，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在所不惜。所以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希望你不要心生芥蒂。即使我知不知道，又有什么要紧？可怜那些将士了。如果他们可以多吃一口，也许就可以多一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机会。他们都是为了玄木而死，是玄木的大英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等战事彻底结束，我会好好的祭奠他们，并且保证他们的家人此生衣食无忧。阿莫，你受苦了。从今往后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哥哥们不在了，如今连母后也离我而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
我不就是你的亲人吗？况且你还有玉宸呢。大哥，大哥已经死了。他不是在汤谷疗伤吗？那是我们为了掩饰真相做的傀儡。真正的大哥，在与你交战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是我害了他。不怪你。大哥在与你交手之前，就被姬姨下了药，不然也不会不治而亡。原来如此。可惜了，玉宸本来是大荒数一数二的天才，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，有时候比战场更加险恶。所以我跟云桑提过，等到战事结束之后，我就把兵权交出来。相比起来做大将军，我更喜欢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赤羽。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。什么？统领官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谢谢你没有杀我父王。没什么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你伤心的样子，就没有忍心再追下去。阿木，跟我回若江吧，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家。虽然你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，不过我每年都在休憩，时刻等着你回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次一听到门口有动静，就赶紧冲出去看，看看是不是你回来了。我多么希望是你站在门口笑着对我说：“夫君，我回来了。”我想好了，等我处理完母后的后事，就离开宣阳。那就可以跟我回若江了。也对，应该回凌云才是。没说回凌云啊。那你摇头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等我办完了母后的祭礼，自然会给你一个惊喜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皇上，这是王妃从宣阳传来的，呈上来吧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盛伦，对不起，
最近宣阳变故极多，想必你已经知晓。当亲人一个个离开之后，我才明白一生的时间转瞬即逝。如今，我已不愿再伪装成凌云王妃度日，也不愿自己是宣阳王姬。我只想做简简单单的穆清墨。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意。母后祭礼完毕之后，我不会再回凌云。从此，你我二人便相忘于大荒。他日有缘再见。王姬，陛下命我来，请你到书房一叙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陛下肯定是生气了。安华，你可不可以假装莫姐姐不在，别让姐姐去了受委屈？烈阳，不得无礼。我这就随你去见父王。大人，城中如何？已经重新布置。宣阳想要反攻，难比登天。那就好。大人，我还有件事向您禀报。刚才宣阳那边传来了消息，宣阳王姬向天下宣布，要永远离开凌云，从此不再做凌云的王妃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阿莫，原来这就是你所说的惊喜。责罚你什么呀？我自作主张，向天下人宣布离开凌云，离开圣伦。我听说了，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。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孩子再受委屈。阿莫，今天父王叫你来，还有一事相求。父王有什么事情需要求我？我想让你留下来，和我一起重振宣阳。你冰雪聪明，我不说你也明白。如今的宣阳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。统领官一败，弄得满朝文武上上下下人心惶惶。我也不瞒你，凭借如今宣阳的实力，已经很难再和玄穆抗衡。我老了，虽胸怀大志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很多时候力不从心。可是我留下又能做什么？如今你四哥走了，九哥也走了，玉宸还在疗伤。你是我最亲的孩子，对于治理一事，别人看不出来，可你瞒不了我。在这些孩子当中，也就玉宸比你高出一线，就连知若都相去甚远。如今也只有你能复兴宣阳。父王，恕我直言，如今天下大势并不在宣阳手中。就算我留下来，也是无力回天。别人可能无力回天，对于你，我相信必定可以。好了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你也不必今天就做出决定。如果你不想留，我也不强迫你。我多么希望你永远都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墨儿。父王，请让我考虑一下。
这些日子，父王在我的照料下，身体一点点在恢复。可是宣阳却节节败退。赤云要求父王承诺，永不进攻若江和玄牧。对玄牧王浩许谢罪，他就不再攻打宣阳。可是，浩许并非父王所杀，父王一代王者，又怎么会向敌人谢罪呢？赤云，难道你和父王一定要分出个生死吗？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今天召你们几位前来，是想询问一下你们的意见，如何才能扭转我宣阳的颓势呢？陛下，臣以为，在战场上失去的，便要在战场上夺回来。现如今，虽然玄牧的实力略强于宣阳，但我宣阳素来尚武，民间也是武风盛行。只要我们能够调动所有的人力物力，全民皆兵，不仅能够收复城池，就算一统大荒，也不是难事。赤墨将军，如此一来，我宣阳的百姓便要民不聊生了。哼，恐怕还没有收复宣阳，百姓便要起义了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想要彻底击败玄牧，必然会有所取舍。只要陛下下令，凡妄议朝政、寻衅滋事者，均以重罪论处，自然可保宣阳平安无事。你们二位不要争执下去了。赤墨一片担心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本王绝不能为了征服玄牧，置我宣阳子民于不顾。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安华，你的意思呢？陛下，臣以为，虽然统领官一役，宣阳败退，但是归根结底，差距不在实力，而是在于将领。玄牧能够攻下统领官，只是因为他们有个赤云而已。因此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领军出战，打败赤云。安华，你可有合适的人选？回陛下，海雄可担此大任。我们早就多次派人去请海雄，可每次他都拒绝。咱们总不能把他抓来，强迫他带兵打仗吧？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要想请海雄出山，只有一人能够胜任，此人便是王基殿下。不过，海雄虽是一猛将，但是他的身份并不适合担任义军统帅。我们还需找到一个既名正言顺，又能令海雄敬服的人做主帅。主帅一职，唯有玉宸殿下最为合适。可他重伤未愈，如何能做主帅？臣以为，此人依旧是王基殿下。万万不可！陛下，眼下再没有人比王基殿下更合适的了。论名义，他代表着宣阳王族；论谋略，他不在大王子之下，还是海雄唯一肯誓死追随之人呐。陛下，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，若不然，我宣阳必亡啊！陛下，臣觉得暗华所言甚是，此帅位非王基莫属。不要再提此事。陛下三思，眼下宣阳到了危急时刻，难道陛下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我宣阳遭受王族之辱吗？请陛下让王基出征。此事不要再提了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绝不会让我自己的女儿上战场。王基，刚刚有个年轻人送来一份包裹，说一定要王基亲眼看到。包裹在哪儿？哦，在那儿。叶叔的血书。送信之人还有没有说别的？
苏俊之人还说，希望王姬将血书交给叶舒将军的家人。有没有说他家人在哪儿？在黑水。我现在必须去一趟黑水，你留下来看守赵运殿，我马上回来。是。参见王上。景师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如今玄牧的实力已稳居宣阳之上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随我回去吧。凌云需要你。臣现在的样子，如何能够回去？难道王上想，日后凌云的将军，终日只能戴着面具示人吗？你放心，谁若是敢非议半句，我便割了他的舌头。王上的好意，臣心领了。只是臣心意已决，要替云桑终生守护玄牧。臣不会回去了，请王上原谅。玄牧没了你，还有赤云。可凌云没了你，我去哪里找一个景师？凌云景师早已死了，现在只有玄牧玉琛。连你也要离我而去吗？王上。